副司令，进。这是盛小姐的辞呈，她请我转告您，竞标完毕，她的工作基本结束，她今天在家带孩子，这3天会将北新港所有的文件归档处理妥当，请您批准她的辞呈。去吧。是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你是林航景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我不可能认错，也绝不会认错。但直到今天，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。我不断地想要去证明你是他，可是我身边的人、线索都告诉我不是。副司令，你别说了，今天是最后一次。那一年，我跟航景第一次相约，就是在这里，就同现在一样，满天的灯火。那一天，我们吻了彼此。从那一刻，我便知道，这一辈子，我认定他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。你走吧，无论你有什么目的，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小夫，我做了一场梦，现在梦醒了。
司令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日本人居然许诺京城，如果他同意签订共荣书，满洲政府成立之后，就让金城做4省主席。您帮日本人做了那么多事，好处全让他金城捞着了，这是为他人做了假医生。可我居于金城之下，他们若能与金城合作，又何必找我呢？有金城在，就没有我的位置。司令，以您的谋略，必有办法解决。您先看看这个。萧北辰和程灵私下见面了，这是拍到的照片。其实金城在南京的眼线早已传出，中央正在拉拢影军，想让萧海山背弃金城，倒戈南京。不过之前南京方面几次派人来找他们，萧家父子都没有搭理，所以金城就没有相信。现在好不容易被我抓到了，这条线也不枉费跟了那么多年。那您把这照片交给金城，他必会处死萧海山，到时候他能倚重的也就只有您了。倚重？这次日本人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儿，3分天下不如一家独大。司令，您是想……你带上这些照片，明天我们到东平一趟。是。爹，你去见了程林。是。在这个敏感时期，这件事如果让总司令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想？这个时期，恐怕总司令自己早就已经有想法了。眼下，总司令早就和日本人在商议签署共荣书一事了。我知道，您一直坚信他会坚守底线，而如今呢？此次和总司令还有康敬雄共赴南京的路上，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一谈，问个清楚。我想总司令只是一时糊涂，让他悬崖勒马还来得及。您怎么至今对他仍抱有希望？他若弃国，我便弃他。明日便是绥宁的会议了。我知道我们在那边有驻军，但我建议您还是多带点人马。我心里有数。海山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康司令总是比海山先行一步啊。大哥跟我聊了一会儿了，他让你在这儿稍等一下。好，来坐。
萧司令，总司令有请。好。哎呀，海山啊，辛苦了！总司令，好，你们2位先出去一下，我跟海山有几句话说。是，总司令。总司令，海山，哎，请坐。您坐。哎，海山啊，今天真的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想说，关系到裁军。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，所以海山，我想听一下你的心里话。大哥，一旦开战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。我们练兵千日，最后把枪口却指向自己的同胞，于军于民。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案就是各处全都坐下来谈判。消除中央对地方的猜忌，免得矛盾升级。哎呀，海山，你怎么向着中央政府说话呢？大哥什么意思？我看你现在是不是打算好了向中央政府倒戈？而且你也做好了对我取而代之的决定。大哥不是想听我的心里话吗？我萧海山再也不打劳民伤财的仗了，更不要说是同室操戈。如果谁现在挑起这样的战争，我萧海山一定会站到他的对立面去。海山，你现在放肆了！大哥，这么多年我对您忠心耿耿，从来没有过二心，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有底线的人，起码黑白是非是分明的。不过现在，您太让我失望了。请大哥给句话，这上面写的真的属实吗？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敢在暗中调查我。我也没想到，我一直辅佐的兄长，我的生死大哥，竟然跟日本贼寇勾结。那你呢？你勾结的是中央政府，狼子野心。你是不是想让整个直北都姓萧？是不是这样？通知小贾，海山在来绥岭的路上，遇到歹徒寡不敌众，壮烈牺牲了。海山身边的人一并除掉，下手干净点，别让他们受罪。毕竟是自己的兄弟。是。大哥，您别太过伤心了。萧司令，黄泉路上不会孤单。
等一会儿，你们老兄弟俩就又能在一起了。你也要造反啊？大哥，您错了，就是借康某10个胆儿，我也不肯造反呢。造反的是萧海山，是他杀了您，我为您报仇，将他当场处死，并且临危受命，接受您手下所有的兵。在场的兄弟们都可以为我作证。我算是弄明白了，原来你才是狼子野心、处心积虑，一直想置我于死地。江山易手，这不就是我们的宿命吗？啊！日本人想占领满洲已久，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筹谋，但有您在，他们就会忘了我。大哥，您为了兄弟，就做出一点点的牺牲吧。海山，好，好一出暗度陈仓。我们不费点力气，怎么抓得住你呀？我萧海山的一切都是您给的，您现在杀我，我无怨无悔。但是我要跟你说，我要是死了，您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紫云山庄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死了，现在是不是康敬雄杀您的最好时机呢？你想多了，他只带了4个卫兵。在来绥岭的路上，我发现了起码有5道军卡车的车辙，而在紫云山庄的外面，只停了他1辆车。这么多的兵都藏哪儿去了？还有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闻到了您贴身卫队长身上有一股强烈的檀香味道。康敬雄礼佛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味道是他屋子里独特的味道。这就说明您的贴身卫队长已经跟他密谋，而且谈了相当长的时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次开会定在绥岭，也是他的主意吧？这个地方，3军会合，调动军队是很容易的。大哥，萧家没有和成陵，还有南京政府达成任何协议，信不信由您。您现在杀我易如反掌，但是现在您的命只有海山能救了。让我调动我的军队，他们就在附近，随时候命。来啊！把他的枪给我下了！都别动！康司令，一切听您吩咐。周副官，你是跟了我10几年的人。是的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，熬了10几年，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震天动地的作用。周副官忠心耿耿，他是我安插在你身边最重要的暗线。康英雄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如果现在缴械投降，大哥很有可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给你一条活路。把他带上来。爹，柔哥，别动！让他们把枪放下，出去。我说让他们把枪放下，出去！海山，让
让他们出去。听我的命令，放下枪，先退出去。康敬兄，你真卑鄙！舐犊情深，感人至极呀。当初你为了制约我，把我唯一的儿子送到了萧海山的麾下，结果我的儿子被炸死了，连个全尸都没有。康宁雄，你也是打过仗的人，战场上枪弹无眼，况且昊天的牺牲那是意外，如果有什么怨气的话，就撒在我身上。你给我住嘴！当初要是没有你把我儿子送到瘾军手里，要是没有你把我儿子推到前线，他会死吗？新仇旧账，我要跟你们一起算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看自己的孩子死在自己面前，那是一种什么感受？缴械投降！怎么回事？下去看看。下来！这边。
让康司令受惊了，实在抱歉。有你们这么救人的吗？差点把我的命都搭进去了。为了拖延时间，只好出此下策。您一旦到了法庭，想要再翻盘，就太难了。怎么样，周副官，他改口了吗？周先生，金司令是因为您的挟持而死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不管这件事情最后如何定夺，恐怕您的死罪都是难免的。既然都要死，何不领了康司令这份人情，让家人后半生的生活得到保障？佐藤先生，希望我们今后能彼此信任，精诚合作，别再出现像之前那样，你们越过我去联络金城这种事情。康司令，请放心，您永远是我们最信任的朋友。这是南京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的通稿。京城的副官周志平因多年受不到重用，心生怨恨，企图谋杀京城，并嫁祸给萧海山。康敬雄及时赶到，想要营救京城，与萧海山发生误会。混乱之中，京城被周志平所杀。颠倒黑白，一派胡言！京城被杀的消息传出后，大家都以为萧海山会接替京城。我们南方的同志也一直在探听相关人员的口风，可是他们个个讳莫如深，避而不谈。直到刚才，康敬雄竟然从滦河调到了北新，担任警备司令。事发之后，康敬雄一直被关在监狱里，能够帮助他在这么短时间之内翻云覆雨的，一定是日本人。昨天组织上来电，说恐怕我们有暴露的风险，让我们有序撤离。现在看来，还为时尚早。好了好了，不喝了，喝一口吧。不喝了，不喝。爹，大姐那边发电报来了，说所有事情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我知道了。司令，哎，我还是跟你去吧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这趟去美国就是为了复查啊，顺便把这个北望北翼给带回来。这俩小兔崽子洋墨水喝多了，我怕他们忘了祖宗。那我跟你去不是正好吗？你说不动他俩的时候，我还能敲敲边鼓。你是怕我跟他们较起真来，灭灭我的火吧？瞧你说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这一走啊，家里离不开你，啊。反正我拗不过你。嗯。我去给你热热药。哎。本想着劝总司令迷途知返，没想到却让他搭上了性命。他戎马一生，却落了个这么个结局。爹，我看这事儿，你无需太自责了。司令，三哥已经派人24小时守着金小姐，只要金小姐醒过来作证，康敬雄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。嗯，你说这康敬雄，一只脚都迈进鬼门关了，竟然让日本人和亲日派给救了，而且还摇身一变来了北新。现在的局势实在太乱了，他们都在大肆的抓捕共产党。我听说，成军那边的监狱都已经快装不下了。但大部分都是屈打成招，为了骗钱，为了表忠心，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所以啊，我们影军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个异类。南京对我们不放心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他们一向不希望地方军一军独大，所以派康敬雄过来制约我们，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。是。现如今日本人虎视眈眈，可他康敬雄倒好，颠倒黑白，
兵乱于外，政乱于内，这些事情他们放着通通不管，天天想着抓共产党。我看他们是疯了。哎呀，康敬雄这么一来，咱们想独善其身就难喽。子章，如可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。走，好。先生、太太，信箱里有一封信。哦，下去吧。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是报社笔友米安的来信，他经常发表一些关于和平统一的文章。他这次跟我说啊，他们报社的同仁马上要到北新来了，请我去和大家见个面，讨论一下创立女性专刊的事情。好啊，哎，祝贺你。谢谢。里面请。秋儿姐姐。谢谢。来了多少人？啊，就一位。一位？这个包厢在预定的时候就说只有2位。啊，谢谢，知道了。请问是笔友会的米安吗？你就是邱竹？是。那么你是邱竹的话，青勇是谁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当年我去军校上学的时候，曾携带过一本我妻子林行景手抄的诗集，里面就曾写道：“芙蓉出秋竹，绣断留青勇。”秋竹、青勇，巧了，这2个笔名都是出自山中达刘书记郁怀这首诗，作者李山甫。我也是没想到，盛小姐，您竟然也是对孩子关爱有加。唯独只有平和的阳光才能够扫去孩子内心的阴霾，安放童年。当年我太太林行景接诉我校服之时，也曾写过一篇这样子的文章，叫《无处安放的童年》。所以那封信，
是你伪造的。没错，或许是上苍看着我苦苦等待了5年，最终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。现在南京政府那边，副司令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是啊，拿着什么？共产党的刊物。你怎么看这个？都说共产党的刊物特别厉害，好些人看了之后都热血沸腾的，我就好奇弄来一本看看。是，你说的没错。盛寒君就是领航警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所有人都告诉我，你我阴阳两隔，我却依然愿意相信你迟早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。当盛寒君回来的时候，藏在我心里面5年的希望又再一次被你点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硬生生的把这个掐断？对不起，三哥。所以你跟沈延青是假扮的夫妻，对吗？当年我失去孩子，万念俱灰。秀儿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你指使他做的。我只想永远的离开你。后来在躲你的路上，我偶遇了沈大哥。离开北新之后，我和沈大哥就辗转去了苏联。在他和他同伴的影响下，我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王静，当年是我不对，是我没能选择相信你，没能够保住我们的孩子，是我错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当年的一切全部都是郑凤琪的设计。没事了，回来了就好。回不去了，三哥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，就应该明白，我是永远都做不回从前的领航警了。而且前尘往事，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了。你认为我们2个所经历的一切是一场纠缠？就算所有的误会都已经解开，但当初的遍体鳞伤是真的。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领航警了，你也不是当年的三哥。你有你的责任，我也有我的任务。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忘掉过去，今后各走各的路。领航警到底为什么？
为什么你已经回来了，就还要将我们两个一刀两断？对不起。谁在盼望着春风抚摸？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？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？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？谁害怕心痛，否认心动？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，谁会甘愿蹉跎，这样擦肩而过？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在明亮一次照耀星河，至少一次飞